他的智商只有82，却能在20多年里残忍杀害数十名女子。他就是美国史上最恐怖的连环杀手——绿河杀手加里·李维奇。绿河是美国一条从怀俄明州流入犹他州的河流，全长336公里。这条河流之所以闻名世界，并非自然风光，而是因为它成为了70余名无辜女性的葬身之地。绿河流经的城市周边遍布酒吧与俱乐部，夜幕降临时，许多为生存挣扎的妓女在此沿街拉客。她们不会想到，这条繁华又混乱的街道，最终会将她们引向连环杀手的屠杀场。1982年7月15日，2名骑车男孩在绿河发现第一具女性尸体，16岁的温迪·考尔菲尔德。他离开寄养家庭后失踪，死因是被人勒死。1个月后，钓鱼爱好者罗伯特·埃斯沃在绿河上发现一具看似假人模特的物体，靠近后才惊恐地确认是人类尸骸。随后几周内，河岸又接连出现3具赤裸女尸，分别是31岁的马尔西·查普曼、17岁的辛西亚·海因茨和16岁的欧帕尔·米尔斯，4人死因均为勒杀。随着尸体不断被发现，警方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是一名连环杀手。1982年8月16日，警方成立专案组，因尸体多在绿河附近发现，案件被命名为绿河连环杀人案，凶手也被称作绿河杀手。调查显示，受害者有着高度相似的特征，年龄集中在14至25岁，大多是妓女、无家可归者或离家出走少女。他们居无定所，行踪不定，即便失踪也很难被及时察觉，这让凶手屡次得手。不少人质疑警方办案效率，但这类群体的特殊性确实给侦查带来巨大困难。警方曾派出女警乔装妓女诱捕凶手，却始终没有收获。在不到2年时间里，凶手已性侵并杀害超过30名女性。1983年春天，一条关键线索出现，一名男子报案称18岁的妓女女友玛丽·马尔瓦失踪。最后一次出现时，他正与一名30至40岁的男子登上一辆红色货车。警方很快查到车主是加里·莱昂·里奇威，并且这辆红色货车曾出现在多名受害者失踪现场。里奇威随即成为头号嫌疑人。加里·里奇威1949年2月18日出生于犹他州盐湖城，家中有兄弟2人，童年极为不幸。父亲是公交车司机，常年抱怨妓女，母亲则因此与父亲频繁激烈争吵，家庭氛围压抑扭曲。里奇威长期尿床至13岁，母亲每次都会帮他清洗生殖器，让他产生既愤怒又被吸引的矛盾心理，甚至曾幻想杀死母亲。16岁时，他就刺伤一名6岁男孩，并将其拖入树林补刀，险些致命。智力测试显示，他的智商仅82分，属于偏低水平。1969年高中毕业后，里奇威结婚并加入美国海军，服役期间频繁与妓女发生关系，并染上淋病，却仍不采取安全措施。他一生经历3次婚姻，均以离婚告终。前妻们回忆，他性欲极强，还偏爱在公共场所或树林中发生性行为。警方逮捕里奇威后，他坚决否认认识死者，对红色货车出现在案发现场也矢口否认。无奈之下，警方对其进行2次测谎，他竟全部通过。尽管警方高度怀疑他，但受限于当时 DNA 技术不成熟，没有直接铁证。1986年8月，里奇威被无罪释放。调查陷入僵局，已定罪的连环杀手泰德·邦迪曾主动联系警方，提供犯罪心理分析，指出凶手可能会返回犯罪现场亵渎尸体，但这并未推动案件取得实质进展。1990年，绿河杀手专案组解散，这起震惊全美的连环杀人案沦为悬案。此后，绿河附近仍不时出现女尸，恐惧长期笼罩西雅图。时间来到2001年 ，DNA 技术在刑事侦查中广泛应用，警方重启绿河案调查。他们将当年从死者身上提取的精液样本与保存多年的里奇威唾液样本进行比对，结果完全吻合逍遥法外近20年的绿河杀手，正是当年被释放的加里·里奇威。警方随即在华盛顿州一家货运公司将其逮捕。被捕后，里奇威始终沉默，拒不开口。由于案件年代久远，证据有限，警方为确保将其绳之以法，与他达成认罪协议，只要主动认罪便可免除死刑。2003年11月5日，里奇威承认48项谋杀罪名。他供称自己杀害了大量女性，多数连名字都不记得。选择妓女作为目标，是因为她们更容易接近，失踪后也极少有人关注或寻找。他从心底厌恶妓女，且从未对自己的罪行有过丝毫悔意。2003年12月18日，里奇威谋杀罪名成立，被判处48次无期徒刑，终身不得假释。很多人疑惑，智商偏低的里奇威为何能连续作案近20年不留下痕迹？随着审讯深入，他的反侦查能力逐渐浮出水面。作案时，他必定佩戴手套，不确定目标是否孤身一人，绝不会动手。不抽烟，不嚼口香糖，却故意在尸体附近留下烟头和包装纸，混淆警方视线，若被受害者划伤。
会用电池酸液掩盖伤口，衣服破损或担心留下指纹便剪掉死者指甲。李奇微还坦言，自己最成功的秘诀就是平庸。在同事眼中，他和善合群，做事耐心，是个再普通不过的老实人。没有人会把这样一个不起眼的货运工人与残忍杀害数十名女性的连环杀手联系在一起。回顾整起案件里，齐薇的扭曲并非偶然。不幸的童年、压抑的家庭环境、失败的婚姻关系，让他内心积累起对女性的极端仇恨。他将自身的痛苦与愤怒全部发泄在最弱势、最容易被忽视的女性身上，用最残忍的方式剥夺生命，长期逍遥法外，成为美国近代史上最令人发指的连环杀手之一。绿河依旧流淌，但河岸边数十条无辜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黑暗的夜晚。这起案件不仅揭露了一个恶魔的残忍与冷静，也折射出社会边缘群体的脆弱与被忽视，成为美国犯罪史上永远无法抹去的沉重一页。